你来干嘛呀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你喝下午茶？荣幸可不敢当，于先生公务繁忙，你这计划表里应该都是别人等着你的吧？不巧的是，我的时间也很宝贵的，不敢再赴于先生随时可被您邀约了。我知道，对于昨天的事情，一句轻飘飘的抱歉，你是不会接受的。我既然耽误了你宝贵的时间，我就准备了相称的礼物来报答你，以表我的诚意。如果你想说用你的时间做补偿的话，那我看不必了。我只会觉得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。这件礼物确实包含了我的时间，也花费了我大量的心血。你看了就会知道。你特意为我准备的？既是向你赔罪，也是向你祝福。希望你有了这件物品以后，你的年度匠心设计大赛可以大放异彩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是这话得好好理解。于先生送我这么一份厚礼，不只是赔罪和祝福吧？应该是希望我们慈恋就此答应和你们的合作。高小姐果然聪明啊！与慈恋合作的想法，我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不得不说，这份礼物确实很有分量。我现在备赛缺个人手，不知道于先生可否有合适的人选呢？那看来只有毛遂自荐了。第一轮呢是现场手绘设计方案，你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完成了以后再依次上台就讲述自己的设计理念。到时候你们会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会议，到时候不光会有评委巡视，还会有观众在一旁观看，所以平心静气是最重要的。在你的训练之下，就算是闭上眼睛，我都能把设计图一丝不差地画下来，所以这一关绝对没有问题。我相信你。凡思作为一家老牌的设计公司，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了吗？国内的珠宝行业真是缺人才，推出的参赛者也是越来越平庸了呢。能够分清是普通的青石还是未经雕琢的璞玉，本来就需要眼光来品鉴。我自认为还是有这个能力的。是吗？你这次的设计不会再向偶像致敬了吧？总是借鉴我妈妈的作品，小心被评委认定不合格哦。谢谢高小姐的关心，能被你这么关注，是否代表着你潜意识里视我为假想敌呢？真这样的话，我实在是太荣幸了。就凭你，去看自己做一个。大家好，我们的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比赛共分为3个环节，首先进行的是手绘设计。请各位选手入座。
吴小慈老师来看比赛了，在那边。吴小思老师来了。吴小慈老师可以说是珠宝设计界的女皇了，谁敢不给她面子？你看刚才评委会主席对她的态度。哎，这次她女儿参赛啊，想不赢都难。高洁挤破了头要参加的比赛，结果是帮别人做陪衬。作为同事，我真的觉得她挺可怜的。林老师向来公正，就算是吴小慈本人参加比赛也会一视同仁。更何况比赛除了设计出众，还需要超高的设计理念，谁能保证高会一定能赢？是吗？那就走着瞧吧。好啊。林老师，时间到了。各位选手，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请大家放下画笔，把设计稿交给工作人员。接下来的环节是设计理念的阐述，每人限定5分钟。我们有请1号选手先介绍自己的作品，其他的选手到休息区去等待。郝先生，几天没见了，你的事情有进展了吗？有点紧张，但是第一步还算顺利，希望你也同样幸运。大家好。你不在贵宾区休息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的宝贝女儿。慧慧，你一会儿千万别紧张，照常发挥就行了。我知道。高阶选手，轮到你了。高二选手，你在高阶选手的后面登场，请准备。我的设计叫城市之爱，中间的红心代表了对爱的渴望，而两边的翅膀取自翠鸟的象征寓意，不屈的守护，最终冲破风暴，带来希望与祥和。这就有如城市中的爱情，无论经历多少颠沛流离，最终收获平和与幸福。你用翅膀象征了翠鸟，既有东方的概念，在设计上又有动感。整体搭配方面，我希望作品能有热情与温暖的感觉，所以主食的部分我选择了鸽血红，最深邃跳动的红色。你的设计让人看到了你对爱的期许，这样的设计有感情，有温度，有故事，我很欣赏。
些选手的阐述，评委们都理解清楚了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请2号选手高慧上场。那是吴小慈的女儿，据说在外国拿了不少奖。今年最有机会的应该就是她吧？我的作品名叫《王者之心》，传说在宇宙混沌之处，所有人的命运都由命运三女神编织。项圈上缠绕的线，代表着每个人生命的长短、曲折和归宿。只有拥有王者的心，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，将未来紧握在自己手中。高慧选手，作为一名女性设计师，你的设计如此的霸气刚毅，这一点倒真是挺难得的啊！女人也可以是王者，而我的作品只为成功女人设计，只为想成为生活主宰的女性加冕，志气可嘉。那在配饰方面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我的设计能够成立，全要感谢一位非常勇敢的男士。他在东南亚雨林中披荆斩棘，为我找到了这个作品中最重要的星形红宝石。有了这颗心，才有这个作品的灵魂。谢谢。勇士的爱情成就了女王的皇冠，这可真是一段佳话，不错。星形红宝石。接下来，我们请下一位选手上场。没想到你用的也是鸽血红啊！是挺巧的。而且你也选的设计项链，和我选的设计，品味和主师都一样。我真同情你。慧慧，这是设计比赛，要用实力说话。高洁，你今天的设计让我眼前一亮，你很有潜力。谢谢吴老师的鼓励。吴老师，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不知道您能否给我的设计也点评2句呢？是啊，吴老师的提点比评委老师的点评更有说服力。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出色，期待你们下一场的比赛。高慧小姐的设计才是出类拔萃呢，她设计的王者之心啊，简直是技压全场。谢谢高慧小姐，你说的那位替你找到星形红宝石的人，应该是你的男朋友吧？他是我的追求者。于池竟然知道我在这里比赛。于直，你来找我啊？给我的，谢谢。一会儿见。谢谢吴老师。怎么会这样？于池在追求高慧。学长也来了。老师，走吧。能力强不代表一定会赢。司总，你的话有所指，是周迪吗？有了之前的事情，即便他不得不让你参加比赛，也不会轻易让你出头的。周总和我虽有私怨，但这一次我是代表公司参赛，他难道希望凡斯输吗？你赢了，他不获利；你输了，他也不担责任。你先好好备赛吧，我帮你盯着他。
我想再跟制作团队磨合一下。好。你小心点啊！高姐，你终于过来了。严凯呢？你不是说他要打你吗？对呀，我刚刚逃出来。我要不这么说，你能这么快过来吗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在骗我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帮朋友一把呗。那个死严凯不肯退我卡，还要讹我转让费呢，你就帮帮我嘛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你好，严经理。贵攀严馆办卡不退，我认为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嫌疑。不错呀，能当外援的自然是做了功课，比某些胡搅蛮缠的人啊理智多了。你说谁呢？你个野蛮人，是不是以为我真的怕你啊？我说你这个无赖女人，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揍你？你看，他这么威胁我的，那我就真不怕你了。你前一秒还扮陌生人，后一秒就跑到别人地盘来撒野，什么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吗？是你个渣男，谁给玩欲擒故纵啊？请注意你的措辞。我如果是渣男的话，那你朋友又是谁？我跟那个人不熟，不用理他。不熟？现在连随便敷衍两句都不愿意，直接摆出不冷不热不理睬的态度，看来是有新人了。你这人怎么还反咬一口啊？无耻！好，我无耻。那你非但不躲开我，还跑到攀岩馆来找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很容易玩出火来？这位先生也太自恋了吧？拿错了情圣的剧本吗？放心，我要是知道你会来，绝对不会出现。说起玩火，有谁比得上你一边陪客户，一边装情圣的本事大呀？你说谁情圣？给我回来！